13岁那年的宫宴上，我第一次遇见林景硕，面若冠玉，才气无双，就只是一眼便深深沦陷。我对宁景硕有执念，或许是宫宴上的惊鸿一瞥，亦或许是落水后他与我的救命之恩。那时我便暗暗发誓，及笄之年定要嫁他为妻。后来我如愿了，在明知他有婚约的情况下，仗着父皇对自己的喜爱，向他施压，逼他退婚，风风光光的嫁进了侯府。可新婚之夜，没有预想的合锦交杯，鸾凤和鸣，有的只是宁景硕那冷漠的一句。纵使你用卑劣的手段逼我就范，我也从不会逆来顺受，任人摆布。我明知强扭的瓜不甜，却不想丢掉。3年，我对他涉猎痴缠，他回我相敬如宾。在众人眼中，我是那个陛下宠爱、高不可攀的五公主。可是，在宁景硕眼里，我便是那个拆散别人姻缘、强行插足的掠夺者。是的，他带着曾经的白月光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哎呀，不错嘛，你这货还能娶到这么好的美娇娘，果真的，我俩退婚就对了。要我这么温婉贤淑的，我可做不到。福气好啊。哎，公主殿下可别误会，我吧，小时候和这货打打闹闹习惯了，都是哥们儿，也没什么可避嫌的。别碰我！原来不是不惜被碰，还是要分身的。哥们儿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哎，这不是我爹看上他了吗？不过圣旨一下退了婚，我俩也没成。哎，你倒是解释一句呢。没什么好解释。公主殿下与景硕成亲已经有3年了吧？3年都无所出，到底是公主生不出来，还是俘获不了他的心呢？就你这柔弱的样子，怕是吃不起我一拳。省着点力气，说不定在床上能向他吹吹枕边风。哎呀，只是可惜了呀，宁景硕看不上你。我爹今晚让你去嘉宁府喝酒叙叙，去是不去？去。也许我该放弃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想，与其得不到你的辛苦受折磨，不妨先得到你的人，这样才让我觉得这3年的痴守没有白付。傅青兰，你3年的痴缠，或许是因为我心中对你的执念，但圆了这个执念，也许我就想通了。你最终会解脱，这样会让我不好渺小。格里斯，傅青兰，你还真是卑鄙，居然连下药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但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会爱上你，你省什么？签了吧。什么？和离书。我们和离吧。本公主守了你3年，可当真使用后发现也不过如此，就此算了吧。想成亲就成亲，想和离就和离，你还真当我宁景硕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？这次就别想我会签了，就算再不想待在侯府，你也得给我受着，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。你偶尔温柔我就一片改卷。公主，你才是小侯爷的妻子，他们2人天天在你眼皮子底下上演搂搂抱抱个什么劲，还什么兄弟情谊，我看了都觉得刺眼。小侯爷他不就是故意在你面前给你找不快吗？是啊，连你也看出来了，不管是新婚之夜的不满，还是相处几年的不悦，他的眼里除了鄙夷就是厌弃，又哪里会让我快活？回去吧。景硕每日与我同进同出，谈笑风生，公主看了心里没有不是滋味吧？哎呀，我与他自小便这样，即便他成了婚，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。哦，你该不会被我刺激疯了吧？若是没有事的话，我先回房了。沈小姐请自便。小侯爷走错门了，你的房间不在这儿。哎，怎么喝这么多啊？王爷盛情难却，邀小侯爷多喝了几杯。喝了解酒汤，人要好受一点。放开！套套。既然你喜欢这间屋子，那么让给你也无妨。反正这承安侯府是你家。还真是我自作多情。昨夜我们把酒言欢，喝多了些，便宿在了他的房间。你和他之间的事情不必时时知会我。
傅晴兰，你也没上过他的床吧？怎么说你也是他的妻子？难道不好奇自己的夫君和别的女人在屋子里做了什么？你们不是兄弟吗？兄弟俩躺在床上能干出什么事？总不会睡个觉梦里还划拳吧？看来是把你逼急了。是我们什么也没做，就是搂着睡了一晚而已。只不过傅晴兰，就是和宁锦硕搂着睡一晚，对你来说也是奢侈吧？偏巧了，从小到大我都喜欢一个人入睡。还有，以后你俩要是睡一张床，可得把人看好了，别睡到中途梦游跑到我房间，让我给他腾位置。我要睡觉。你就在此歇下吧，明日再走。如果你想要绳子，我也可以让人给你送一根，绑住了也就不乱跑了。记住，要绑牢了。若你早听三姐的，何至于受这些罪？这明玲楼唇红齿白的面首无数，哪一个不是既乖巧又温顺？哪里就在一个宁锦硕身上吊死了？啊，确实不错，是吧？喜欢的话，待会儿多挑2个回去养着，保管家你伺候的开开心心的。傅晴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侯爷今儿怎么不陪你那个兄弟管起我的闲事来？没看见吗？我在寻乐子。现在倒是懂得怎么刺激我了，公然给我戴绿帽子。我那天已经说得很明确了，宁锦硕，你对我没有感情，直接签了和离书不是很好吗？到现在觉得我给你下面子了，那你在我跟前和那个女人拉拉扯扯的时候，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3年了，我早就受够了你那厌弃而鄙夷的眼神了，我受够你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和傅晴兰之间是段孽缘，我们2个走不到一起。世人皆晓，成而后父的小侯爷宁锦硕身份高贵，才气无双，却无人知晓，在那华贵的身份与外表下的我是过着怎样的生活。我幼时丧母，父亲觉得我就该照着他印刻的模板而活，文武双全，世人艳羡。12岁那年，他看上了郑国将军府的嫡长女，厚着脸皮求来了这门婚事，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。可屁事！17岁那年，我遇上了傅晴兰。那日宫宴，他看着我的眼神热烈而直白，从来没有人用那种期盼而认真的眼神看着我。后来，我发现身后总会跟着一个偷窥的小尾巴。那天，小尾巴跟踪我没沾冷落水，我将他救了起来。他拉着我的衣襟唤哥哥，也是因为那一声哥哥，他入了我的心。哥哥，19岁那年，陛下废了我与将军府的婚约，替我和他赐了婚。我如愿娶了她，监狱情深，恩爱缠绵。可3年后，顾继安出现，我看着顾继安和他越走越近，直到那纸和离书递到了我的面前。我是看见你这张脸长得不错罢了，现如今他也毁了，签了他，我与你便两不相欠了。是，我死在了22岁的那年，死在了顾继安的剑下，在睁眼却回到了我与他东风花烛。我恨他对顾继安生气，更恨自己还是放不下，将他留在身边，相互折磨。全都给我滚出去！皇妹啊，我突然一急了，今日好像还要去校府与若雨听曲儿，就不打扰你夫家人了。我累了，宁锦硕，再纠缠下去对你我都无益，算了吧，早日签了和离书，对你我都好。凭什么两事都是你说算了？明是你自己缠上我的，都准两事，我还是不敢签下那一纸和离书。阵仗这么大，是哪家大人啊？翼王殿下呀，这翼王顾继安可不简单啊，是我朝第一个外戚王爷，这么厉害。陛下初登大位时根基不稳，多亏王后亲哥顾恒一直拥护，甚至为了保护陛下，全家人除了这顾继安，全部命丧歹人之手。陛下感恩，追封顾恒为平安王，更是封他的儿子为翼王。3年前还委任监军重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还真是不得了。我在外监军几年，没曾想那个光着脚丫子到处乱跑的小丫头，都已经嫁错人妇了。是啊，时光易逝，转眼都3年了。看起来有心事。宁锦说对你不好？还行吧，毕竟这婚事是父皇施压，他迫于无奈才娶的我。多好看的一个小姑娘，眉头皱这么紧干嘛？都不好看了。若是不喜这门婚事，和离了就是。王爷虽是公主的表兄，但也要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。现如今公主已为我妻子，王爷更应该避嫌。若是我不避嫌，你又能怎样？那就怪不得我动手了。怎么办呢？我觉得你这张脸上像是少了些什么，不如给他点装饰吧。
原来是想找景硕这货喝酒的，却没料到王爷也在这里。许久未见，王爷别来无恙。既然这么巧，王爷不若一起随我们吃个酒？不了，本王不喜与陌生女子多加接触。那王爷倒是喜欢和别人的妻子勾勾搭搭。够了，宁景硕，你不必再次酸言咸语。季安哥哥，我们走。为什么还是顾季安？你夫人和王爷的关系，怕不是普通的表兄妹这么简单呀。看起来你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他的心还是没挂在你身上。哼，有挑战才有意思。要是真的勾勾手指就来了，那多没意思。你玩归你玩，别害了我的事。放心，我只要宁景硕。至于傅晴岚，王爷您放在心上的人，我哪能对他做什么？明白就好。需要帮忙吗？本王替你出头。什么？那日我看宁景硕的态度，想来你夫妻二人似乎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般情似和鸣。琴瑟和鸣，我与宁景硕之间哪里算得上琴瑟和鸣？若知晓你与他如今会到这般处境，我当初离京前就该向陛下请辞，定下与你的这门婚事。脑子里零散的片段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被顾江握住手后，我会心慌不安呢？表哥的心意我心领了，只是这是我和宁景硕之间的事，我会自己解决的。好，若是你有任何难处，第一时间告诉表哥，表哥替你讨个公道。好。该死，想到顾季安还是这么卑鄙。你受伤了？没死成，应该让你很失望吧。他都不爱你了，你还把他捆在身边干嘛呢？现在成安侯府没了，你的脸也毁了。你说你当初要是乖乖听话，签了和离书不就好了？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。只要我一天不签和离书，他永远都是我成安侯府的人。我没这么大度成全你们这对奸夫野妇。既然你不想和离，那也只能让公主丧夫了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死了，是不是很伤心呢？那又能有什么办法？谁让他不签那一纸和离书呢？现在你成了新寡，我就能正大光明的娶你过门了。哭什么呢？你应该开心才对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让我这么费尽心思想要得到的。是吗？可是为什么觉得又那样真实？顾季安真的会是个宁景硕？重来一次，顾季安，你欠我的，我定会一一讨回来。本王答应过可汗的事情已经做到了，希望可汗答应过本王的事情也说到做到。王爷放心，只要这大夏皇帝一死，沙陀在外的伏军立刻举兵攻城，到时候王爷与沈将军的大军就可顺理成章地入主盛京。原来他是在打皇位的主意。回去告诉可汗，下月寿宴，这大夏皇帝必死无疑。顾季安这一次回京，想来是有备而来的。听那个蒙面神的口吻，沈将军应该是他的人。那沈敬福呢？那日在侯府，他是有意和沈敬福划清关系的。宁景硕，他知不知道沈将军和顾季安是有了的？宁景硕好像对顾季安有很大的敌意。就这些便已经差不多了。和沈敬福周旋这么久，为的就是金将军府找沈将军与翼王勾结的证据，差不多是时候该收网了。怎么还是不死心，来让我签和离书的？不是，我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。傅青兰，你又想跟我玩什么把戏？所以你是在告诉我，顾季安要反，让我多加提防。傅青兰，是你脑子不好使，还是觉得我好骗呢？你身为公主陛下的女儿，在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是第一时间进宫面圣向陛下禀告，却来找到了我，还是想要试探我，或者直接陷害我，好让你的情郎坐收渔翁之利？顾季安不是我的情郎，我傅青兰敢做敢当，既然能当着你的面点面说，如果真的和顾季安有什么，也能大方承认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也不喜欢这段强迫的婚姻，可我对天发誓，从来没想过算计你。有算计过我，只会背叛我。可惜经不起一世的疑，我并不相信。或许是顾季安察觉到了什么，想来是他。宁景硕，公主还是另请高明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宁景硕不相信我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说是父皇的寿宴上，顾季安真的动了手脚，那时候就晚了。可现在我无凭无据，如果进宫去见父皇，父皇也不一定会信我。
兰儿，不是让你在前厅等着我回去吗？怎么才出去1刻钟你就走了？本来不想这么粗鲁的对待你的，没办法，被你听到了不该听的，就只能将你绑来了。顾家曾经为了救陛下，搭上满门性命，怎么会出你这么一个逆贼？逆贼，他一朝天子的位置，本来就是我顾家满门的性命换来的。如果没有我顾家，他什么都不是。我只是拿回我顾家应得的罢了。你该庆幸我从小就对你有情，否则你早就死了。你该庆幸我对你有情，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纵着你，否则宁景硕那厮早就死了。若是想让他安稳地活着，就让他把和离书签了。不过是看见你这张脸长得不错罢了，现如今他也毁了，签了他，我与你便两不相欠了。哭什么呢？你应该开心才对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让我这么费尽心思想要得到的。只为拂去我发间落雪，我惊觉今生相逢，陪伴赴宿命之约。原来那一切全都是真实发生过，不是梦啊！上一世如果不是顾吉安，我与宁静说本该是世人艳羡的神仙眷侣。王爷难道不想解释一下，为何将我的夫人绑到你府上吗？就叙叙旧而已。我与兰儿喜欢玩点不一样的直欢罢了。顾吉安，真可惜呀，走不了了。是了，怕是要让你失望。这不可能！你与沙陀勾结，密谋屠杀陛下，甚至还举兵迁徙，想要入主圣经。就这桩桩件件都够你非砍10次脑袋。宁静说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啊！嘘，我对父亲爱的心意从来都没有变，即便现在，心里还是装着的。经查明，将军沈父与翼王勾结沙陀，密谋弑君，举军迁徙入京，意图谋反，桩桩件件罪证确凿，全家下狱，收押待斩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可不是什么良药，还能治你手上的伤的。可你是治我心病的良药。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？不是要跟我和离吗？不过那和离书我还是不会签的，你就慢慢跟我耗着。好。总感觉你今天怪怪的，真不知道又在打什么主意。宁静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从前有一位小公主，她在13岁见到那位侯爷公子的第一眼，就喜欢上了他，总是偷偷地跟在他身后，就只是想远远地看他一眼。后来有一次太笨了，没藏好，脚下一滑掉进了水里，幸好那个人救了她。那时候她就暗自发誓，及笄之年一定要嫁给他。后来她及笄了，如愿地嫁了过去。他们琴瑟和鸣，恩爱万分的一起度过了3个年头。后来那个小公主的表哥出现了。他用小公主的夫君的性命相逼，让她与夫君和离。小公主为了保住自己的夫君，委身于表哥，可是她的表哥却没有遵守承诺，他杀了他的夫君，一剑穿心。后来那个小公主用同样的那把剑刺穿了自己的腹部，死在了她夫君的怀里。原以为他们的故事到此为止了，可是那个小公主居然奇迹般的重活了一次，而且这一世她的夫君没死，就在她的面前。只是这一次，或许是老天爷不想让他的夫君重蹈覆辙，不想要他的夫君喜欢他。我不想和离了，你能不能喜欢我，就像上辈子一样？喜欢他，一直喜欢他。原来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父亲爱心里只有一个宁景树，而宁景树的心装满了父亲爱。